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天天都在经历，却很少停下来细想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几乎所有问题都能瞬间搜到答案的时代，你有没有感觉，真正沉下心来进行那种深入的、有点费劲的思考，反而越来越难了？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感受，而且它触及了一个挺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天用的这些数字工具，它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可能在削弱某些核心的思考能力。对，有这种可能。其实啊，这个问题100多年前就有人在想了。美国那位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杜威，他在《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里，就试图描绘出有效思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想把思维这个有点玄的概念，变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可以观察、可以学习的具体过程。对，他抓的核心概念就是反射就思维 （reflective thought）。他那个定义其实挺精确的，我记得是说，对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根据其所依赖的根据以及其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所进行的能动的、持续的、仔细的审查。哇，这个定义有点长，但核心意思我理解就是，别轻易接受一个想法。没错，就是要主动的、持续的，而且是仔细的去考察这个想法的依据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特别强调，这种真正的思考跟我们脑子里其他的活动不一样。他做了区分。比如那种天马行空的意识流，或者就是跟着习惯走，别人说啥就信啥的常规思维。对，杜威认为只有反射性思维才是真正主动解决问题的智力活动，其他的要么是被动反应，要么是未经审视的。但关键是，杜威提出这套理论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环境差别太大了，对吧？是的，差别非常大。也就是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份分析报告，被中断的探究21世纪背景下对杜威式反射性思维的分析，他指出的一个核心矛盾，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数字技术和文化，特别是他追求那种及时性、便利性，还有个性化算法这些特点，似乎在系统性的挑战，甚至侵蚀杜威描述的那种能够催生反思性思维的条件。好，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跟着这份报告的思路，来看看这种挑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报告里梳理了5个关键的冲突点，我看了一下，非常有意思。我们就围绕这5个方面来深入探讨一下。可以。第一个冲突就直指思考的源头。杜威认为思考的起点是感受到的困难，a felt difficulty。这是第一步。但我们现在的数字世界呢，却好像在拼命追求一种无摩擦的体验。对 ，frictionless experience， 这第一个对比就非常关键。杜维有个论断，可以说是他整个理论的基石。他说，思维的起源是某种困惑、混乱或者怀疑。困惑、混乱、怀疑，听起来都不是什么舒服的状态。对，但他认为真正的思考不是风平浪静时产生的，而是当我们的日常活动或者说习惯性的行为受到了阻碍，行不通了，这个时候才会被激发出来。就像开车开得好好的，突然前面修路或者堵死了。没错，或者你用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了。这种情况它好像叫疑难情境 ，a forked road situation。是的，就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你不能再凭惯性往前走了，必须停下来。这个时候你就被迫进入一种探究状态，得想想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该往哪儿走，有哪些选择。这种卡顿的感觉，还有随之而来的那种不安、困惑。对，杜威很强调这个感受 felt， 这是一种情感和认知交织的体验，是 perplexity， 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虽然可能有点难受，虽然不舒服，但在杜威看来，这恰恰是思考引擎启动的必要信号，是唯一的催化剂。没有这种真实的中断和困惑，思维就不会开始。可是我们反观现在的数字产品设计，很多时候的目标正好相反呢。是的，
追求的就是所谓的无摩擦体验，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一切操作更加简单、快速、顺畅。对，核心是最大度的减少用户的努力，特别是认知上的负担，也就是所谓的认知负荷 （cognitive load）。例子太多了，什么简化注册、一键下单、自动填充表单、个性化推荐。所有这些设计的目的就是消除任何可能的阻碍、延迟或者复杂性。设计者希望用户从产生一个念头到完成这个动作，整个过程就像丝绸一样顺滑。对，丝般顺滑，最好让你感觉不到中间有任何卡顿，需要你去思考。这背后当然有效率的考虑，但报告也提到，它利用了我们大脑本身的特点。是的，我们大脑天生倾向于遵循习惯的模式，规避混乱和不确定性，喜欢走捷径。对，所以好的用户体验在很多设计理念里，甚至被定义为那种几乎可以被遗忘的体验，就是你用完了完全没感觉，没留下什么印象，这就算成功了。哇，这个追求有点极端啊。所以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核心的张力，或者说冲突。如果杜威是对的，思考必须由困难和中断来启动。那么一个致力于消除所有摩擦和困难的环境，它在无形中是不是就在消除思考发生的诋毁，把那个启动点给抹掉了？报告里用了一个 GPS 效应的比喻，我觉得特别贴切。GPS 哪个？对，我们用 GPS 拿导，效率很高，能准确到达目的地。但是用久了，你会发现你很难真正建立起对整个城市空间的认知，就是那个心智地图。是的，因为你只是被动的跟着指令走，前方左转，保持直行，你没有经历自己看地图、记路标，甚至迷路，然后找到路的那个过程。对，你没有在困难中学习。而很多无摩擦的设计就有点像这个 GPS。它给你提供了一条狭窄但便捷的路径，让你很快达成目标，短期内提高了可用性。但长期来看，报告引用研究说，这可能会削弱用户发展自身心智模型的能力。就像自动完成功能，可能会让语言变得平平，限制了表达的细微差别和原创性。而且这里还涉及到记忆的问题。报告提到，认知努力程度越低，记忆效果往往越差。是的，有研究支持这一点。太顺畅的体验反而容易被遗忘。所谓的好的摩擦可能有助于加深理解和记忆，但现在市场驱动下，趋势似乎是去除一切摩擦。这就引出了一个挺让人担忧的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在设计一个系统性地组织深度认知参与的环境？这是个很严trọng的问题。如果杜威是对的，思维始于困难，那一个消除困难的世界，不就是在消除思考吗？它主动抢占了思维的起点，没有中断，就没有探究的理由。而且可能形成一个依赖循环。我们用避免认知努力的工具，导致相关能力下降，然后就更加依赖这些工具。我们可能正在为了便利而出卖思考能力本身。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也是第一个关键的挑战。好。那如果说无摩擦设计可能在源头上就抑制了思考的启动，那么接下来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思考的过程本身是不是也正在被改变？对，这就触及到了报告讨论的第二个核心冲突，就是杜威所强调的那种主动的探究 （inquiry） 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更普遍的一种相对被动的 search 之间的张力。inquiry versus search。我们先来看看杜威是怎么描述思考过程的。他那个著名的思维5阶段，能详细说说吗？可以，这个5阶段模型是杜威理论的核心之一。它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探究过程。第一步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感受到的困难 ，a felt difficulty， 这是起点。第二步，定位和界定。就是要把那种模糊的不安、困惑转化成一个清晰的、可以着手处理的问题。从模糊到清晰。对，这是一个关键的治理工作。第三步，暗示可能的解决方案。基于你对问题的解定，开始产生一些想法、假设，或者杜威说的指导性观念，提出一些可能的路子。
是的，第4步，对暗示的推演，就是逻辑上推演一下，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会怎么样？它会引向哪些结论？进行逻辑分析。最后一步，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就是去验证你的假设，通过收集更多信息或者实际尝试一下，看看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最终接受或者拒绝它。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主动的系统的过程。没错，杜威强调，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有时甚至是费力的、创造性的意义建构活动。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找到一个答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结构化的努力，把一个混乱的、不确定的情境转化成清晰的理解。思维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蕴含在这个过程本身。但是我们现在面对问题或者不确定性的时候，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呢？拿出手机，对，立刻搜索一下。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遇到任何疑问，第一步就是去外部设备上查找，而不是先启动一个内部的，刚才说的那种探究过程。这种行为模式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记忆方式，对吧？那个谷歌效应，对，谷歌效应或者叫数字失忆症，这知道我们那些。就是说我们大脑倾向于不去记那些能很方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好像更愿意记住去哪里能找到这个信息，而不是信息本身。是的，这背后是所谓的交互记忆机制。大脑优先记忆信息的存放位置，把 Internet 当成了一个外部的记忆硬盘，成了我们记忆的外挂。可以这么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外包。 Cognitive offloading 短期看效率很高，非常高。但长期看这种外包改变了我们和知识的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知识的内在建构者，变成了一个外在的检索者。报告特别强调，探究和搜索在心理学上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这点很重要。真正的探究，它的动机往往是内在的知识好奇心 （epistemic curiosity）， 目的是消除不确定性，获得深入的理解。有位研究者叫库尔索涛，他的信息搜寻过程模型就发现，探究必然会包含一个非常艰难的探索阶段。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不确定感反而会增加，各种信息涌来，你可能会感到困惑、沮丧，甚至自信心跌到谷底。他管这个叫 the dip。听起来很煎熬。是的，但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才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清晰的焦点 formulation， 达到真正的理解。那搜索行为呢？相比之下，搜索的动机通常更表层，更多是任务驱动的，目的是快速定位一个具体的事实或者现成的答案。他想要绕过那个不舒服但是很关键的探索阶段。对，他追求的是效率和结果，而不是过程中的理解建构。这就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搜索行为实际上是把那个主动的、创造性的，有时甚至有点痛苦的思维过程，外包给了一个相对被动的检索行为。是的，在杜威看来，一个结论的意义和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通向它的那条路径，那条充满了各种智力活动、观察、推理、判断的路径。但搜索文化似乎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只要能快速拿到答案，就等于理解了这个问题，过程本身反而成了障碍。对，我们似乎在用信息获取的便利性，换取了知识成长的机会。这在 AI 时代就更突出了。AI 的潜力很大，理论上它可以扮演一个苏格拉底亚式导师的角色。通过提问、引导，帮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加强推理论证能力。在现实中呢，我们是不是更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答案贩卖机？这很可能是更普遍的用法，就是直接问 AI 要结果，让它替我们完成思考的过程。帮我写个报告，总结一下这篇文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对，报告就表达的这种担忧，在默认状态下，我们那种根深蒂固的搜索习惯会驱使我们将 AI 用作一个停止思考的工具，这会助长智力上的投机取巧和懈怠，进一步削弱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和独立探究的意愿和能力。而且轻易获得答案还会制造一种知识的幻觉。
是的，这个知识幻觉 （illusion of knowledge） 很有意思。就说及时搜索信息的能力，会让我们错误地把信息的可得性归因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水平。感觉自己好像懂得很多。对，感觉比实际知道的要多得多。这种被夸大的认知自信，反过来又会降低我们投入艰苦探究的动机。反正我搜一下就知道了，干嘛还要费劲去想呢？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挺吊诡的局面：信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易得，但我们内化知识、进行深度思考的动力反而可能在减弱。AI 作为答案引擎的崛起，既是这种认知急躁症和知识幻觉的结果，也可能反过来加剧了它们。我们习惯了索要答案，因为我们被训练的相信拥有答案就等于理解了它。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用便利换成长，这个交易划算吗？这是个大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的思考起点被无摩擦削弱，思考过程又被搜索替代，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做什么？它是在努力培养杜威所说的那种能够进行深度探究的思维习惯，还是在无意中强化了我们对标准答案和快速获取的依赖？对，这就引出了报告探讨的第三个核心冲突：杜威的教育理想和我们当下，尤其是很多地方实行的标准化教育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杜威的教育理念现在看都非常超前。是的，非常具有革命性。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往学生脑袋里塞满知识，不是填鸭，而是培养一种终身的思维习惯 （habit of mind） 和一种深思熟虑的态度 （thoughtful attitude）。对他来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重构经验、建构意义的过程。他理想中的课堂听起来像个民主实践的实验。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学生不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探究者。通过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的过程中，去主动探究，去协作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也完全变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权威和传授者，那是什么？是探究的引导者。教师的责任是设计能够激发学生富有成效的困惑的学习经验。富有成效的困惑，这个说法很好，就是要制造一些刚才说的好的摩擦。对，然后引导学生一步步走过杜威描述的那个思考的全过程，从感受到困难到界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最后形成自己的理解。最终的目标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培养能够与不确定性共处，并能将挑战转为创造力的自主思考者，同时也是能够为民主社会做出贡献的积极参与的公民。这和他的民主思想是紧密相连的。这个理想非常美好，但现实呢？特别是我们看看现在很多地方以标准化考试为主要评价方式的教育模式。现实和理想之间确实存在巨大的鸿沟，也是报告重点批判的地方。标准化考试主导的模式有哪些主要的弊端？报告系统性地分析了好几点。首先，它很容易鼓励死记硬背。为了应付考试嘛？对，因为考试往往侧重于对事实性知识的记忆和复述，而不是考察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或者创造力。这就可能阻碍了这些更关键技能的发展。其次，课程内容可能会变得狭窄。是的，就是所谓的为考试而教。教学资源会集中在那些容易量化、容易考察的科目上，比如数学、阅读。那像艺术、社会科学、体育这些对人的全面发展同样重要的领域呢，就可能被边缘化。还有衡量标准的问题。对，标准化考试衡量的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学生复述已知的能力，而不是探究未知的能力。它奖励的是那些在封闭系统里能给出标准答案的乖学生，而那些有创造性、敢于质疑、想法不一样的学生，反而可能在这样的体系里不占优势，甚至受到惩罚。另外，这种高风险的考试还可能制造大量的焦虑和恐惧。是的，压力很大。而且它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对于模糊性、对于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开放性问题的恐惧，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所以这种模式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报告称之为
不确定性消减功能。说得很到位。它倾向于呈现那些定义非常明确、答案通常也是唯一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在训练学生如何进行信息检索和匹配，而不是如何进行真正的探究。它隐含地在教导学生，每一个问题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答案，你要做的就是找到它。结果呢？当这些学生走出校园，面对真实世界里那些 messy 的、复杂的、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时，就可能感到焦虑、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就培养出了杜威当年就很担心的那种脆弱的思考者。也许他们很会考试，是解题家，对，是解题家，但可能不是一个能在不确定性中独立思考、开拓创新的探究者。这个问题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突出了。是的 ，AI 的冲击是巨大的。当大量的知识，甚至像样的文本，都可以有 AI 及时生成的时候，那么一个主要以记忆和复述知识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它的合法性、它的价值基础是不是就动摇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机。如果machine在知道这方面做得比人更快、更准，那我们人类教育的独特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似乎又绕回到了杜威那里。对。报告认为，真正稀缺的，也是 AI 难以自动化的，恰恰是杜威一直倡导的那些高阶能力，比如可谈性思维、创造性的解决复杂问题、协同探究、伦理判断、意义建构，也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反思性思维习惯。如果教育不以培养这些能力为核心，那可能真的就是在为未来的被淘汰做准备了。所以报告强烈呼吁，需要重构21世纪的课程。要更加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知识点为中心。更多的采用像项目式学习、PBL、跨学科探究、基于真实问题的学习这些方式。评估方式也要彻底改变，从单一的终结性的考试转向持续的形成性的评估。比如看学生的作品集、项目展示，听他们的反思性对话，目的是捕捉思维过程的成长，而不仅仅是结果。是的。直接凯特别提到了人文教育的价值。是的，在 AI 可以生成海量文本的时代，培养学生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来源、作者身份、写作意图的媒介素养，或者说伦理素养，以及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和多层次阐释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否则，我们很容易被 AI 生成的内容淹没，甚至误导。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关联，就是说，如果一个教育体系主要培养的是追求标准答案的解题家，它其实制造了一种对确定性的强烈渴求。有道理。而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那个算法茧房，它提供的恰恰是这种确定性和认同感。对，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危险的共生关系。教育制造了对确定性的需求，而算法环境则高效地满足了这种需求。他们共同建构了一个抑制怀疑、阻赖看久的社会闭环。这个观察很敏锐，就这直接引出了第4个冲突点：杜威视为反思性思维前提的开放心态，如何在一个似乎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个人化的信息环境中生存？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不仅仅是一套方法步骤，更需要一些根本性的知识和道德上的态度。是的，态度很重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思想开放 （open-mindedness）。思想开放，但这绝不是说稀里糊涂什么都信。对，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具体来说，包括哪些方面？报告里总结了几点。首先，要主动地去寻求多种可能性，乐于考虑不同的观点，即使是那些跟你自己想法相悖的观点。愿意听不同的声音。其次，要愿意接受挑战，允许自己的信念被新的证据或者推理所挑战，并且时刻准备着修正自己的看法，不固执己见。第3点也很关键，就是悬置判断。在没有进行充分探究之前，要克制住那种过早下结论的冲动，要能够与怀疑和不确定性共处一段时间。这其实挺难的，非常难，需要自律。但杜威认为，没有这种开放心态作为前提，所谓的探究就很容易退化成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固有偏见的宣传活动，而不是真正的思考。可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环境，似乎在结构上就在系统性的侵蚀这种开放心态。是的，报告重点分析了2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概念：过滤气泡和回应式。这2个概念好像经常混用，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描述的现象有重叠，但侧重点不同。过滤气泡这个概念是伊莱帕里泽提出的，它更多的指向技术机制，特别是算法。算法根据你的用户数据、你的点击、浏览、点赞等等，来预测你的偏好，然后为你创造一个个性化的信息宇宙。它倾向于给你看你喜欢的东西，而过滤掉那些可能会让你不悦或者挑战你既有观念的信息。而且这个过程通常是自动的、不透明的，用户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筛选者是算法，对，而回应式呢，更侧重于社会机制。它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或网络里，某些特定的信念或观点，通过不断的重复和相互确认，被放大和加强。人们倾向于和观点相似的人连接、交流，这叫同质性选择，并且在这个小圈子里互相肯定，同时排斥或者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这里的筛选者更多的是人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理解了。一个是算法给你造的泡泡，一个是大家自己抱团儿形成的小圈子。但他们的共同后果是相似的。对，都是导致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同质化，与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相遇的机会大大减少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陷入这种信息茧房呢？除了算法推送和社会抱团，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报告认为，这和我们人类一种非常基本的心理需求有关，就是希望减少认知失调。认知失调，费斯汀格那个理论？是的，简单说，就是当我们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或者我们的行为与信念不一致时，内心会产生一种紧张、不舒服的感觉。比如，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我又在吸烟。对，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失调，而人类天生就有消除这种不适感、追求内心和谐一致的倾向。那怎么消除呢？策略有很多，你可以改变其中一个信念，比如告诉自己吸烟其实没那么大危害，或者改变行为，戒烟，或者为行为辩护。我压力太大了，需要吸烟放松。但最常见也最省力的一种策略，可能就是选择性接触。什么意思？就是主动去寻找那些支持你现有信念或行为的信息，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回避那些会引起冲突、让你不舒服的信息。只看自己想看的，只听自己想听的。没错。现在你再来看个性化算法系统，包括把它定义为一种高效的、自动化的认知失调消解机器。怎么说？因为算法通过分析你的数据，预测你的偏好，然后就能够精准地为你量身打造一个信息流，里面充满了让你感到和谐、认同的内容，同时帮你屏蔽掉了那些可能引起认知失调的不和谐内容。它把我们原本需要自己努力去做的那个心理工作、选择性接触，给外包和自动化了。对，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廉价的心理舒适感，让你的世界观感觉总是连贯的、正确的，并且不断被周围的信息所验证。但这种舒适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思想开放性的丧失。这就完全颠覆了杜威所倡导的思维模式。杜威的探究，它的起点恰恰是冲突，是衰信，是认知失调，然后通过艰苦的思考工作，最终达成一个可能是暂时的、可修正的和谐与理解。而算法茧房的逻辑正好相反，它始于被算法推断出来的信念，然后通过信息过滤来保护这个信念，让它免受衰性和挑战。一个是利用冲突来生成理解，是生成性的；一个是利用确认来维信念，是维系性的。对，当接触不同观点、经历认知失调的机会被系统性的剥夺之后，感受到的困难就很难产生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那种不加反思的常规思维的永恒轮回里。这不仅仅影响个人思考，它的社会后果也可能很严重。是的，报告提到，这可能导致我们从一个理想中由探究者组成的社群，大家可以通过公共审议来解决分歧，退化为一个由相互隔绝的信徒组成的部落联盟。每个部落都活在自己的由算法定制的现实版本里，视对方为异类，甚至敌人。对，这种由技术加剧的认知隔离，正在侵蚀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公共对话，达成社会共识的基础。这对民主社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确实，我们回顾一下，思考的起点被无摩擦削弱，思考的过程被搜索替代，
思考的习惯在教育中可能培养不足，思考的态度又被算法环境所侵蚀。这一路看下来，对杜威式反思性思维的挑战确实是系统性的，环环相扣。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更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思维的主体本身。人工智能 AI 现在如此强大，它能进行我们刚才讨论的杜威所说的那种反思性思维吗？更具体的说，它能拥有那个最关键的起点，感受到的困难吗？这个问题触及了关于 AI 意识和人类智能本质的核心争论。杜威的哲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他始终强调，思维不是一种脱离身体的纯粹抽象的符号处理活动。他反对心物二元论。对，他认为思维是有生命的、具身的 （embodied），有机体在与他所处的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为了应对真实具体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活动。所以那个起点，感受到的困难中的“感受”两个字就特别关键。是的，这个感受源于无有机体与世界进行的具身互动 （embodied interaction），它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与生存相关的体验，比如不安、困惑、张力。没有这种感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主义的根基，思维就失去了最原始的驱动力。那人工智能呢？现在流行的观点，比如强人工智能的立场是什么？强人工智能的观点认为，一个足够复杂的计算系统是能够真正拥有心智、意识和理解力的。它的佛学基础通常是计算主义的心智模型。这种模型认为，思维本质上等同于基于规则的符号操纵，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智能就是信息处理，它可以在任何合适的物理基底上实现，无论是我们大脑这样的碳基系统，还是计算机芯片那样的丝系系统。但这种纯粹信息处理的观点受到了具身认知理论的有力挑战。具身认知理论近年来很有影响力。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它主张认知并不仅仅发生在大脑这个软件层面，而是被行动者的身体形态、身体能力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深刻地塑造和约束着。我们的思考方式跟我们长什么样、能做什么、怎么跟世界互动是分不开的。对，比如我们对上和下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就源于我们有身体，并且需要不断与重力抗争的经验。理解是植根于感觉运动经验的。那根据这个理论 ，AI 能真正理解世界吗？推论就是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在物理世界中行动的经验，更没有植根于生存需求的内在目标的 AI， 它可能无法以我们人类的方式真正理解这个世界。那么回到那个核心问题 ，AI 能否感受到一个困难？基于杜威和具身认知的立场，报告的分析倾向于是不能。AI 当然可以识别数据中的不一致性，或者解决我们给它设定好的定义清晰的问题，比如下棋、蛋白质折叠等等。对，但那更多是一种技术上的优化或者问题解决。它能否体验到杜威所说的那种作为思维起点的真实的、模糊的，甚至有点存在主义意味的困惑？目前看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 AI 遇到的问题是外部观察者或者设计者赋予它的，不是从它自身的生存体验和内在需求中生长出来的。对 AI 来说，问题通常是一个有清晰初始状态、目标状态和约束条件的，需要寻找最优路径的计算任务。而对于杜威所描述的那个思考主体，比如人类感受到的困难，往往是模糊的、未界定的，是生存处境中出现的一种断裂感和不确定性。对，杜威模型的前两个阶段，感受困难和界定问题，恰恰就是要把这种模糊的不安，通过艰苦的智力工作，转化成一个可以处理的明确问题。而 AI 的思考过程似乎是跳过了这最开始的由具身经验引发的存在主义起点，它更像直接从第三阶段提出假设或者解决方案附近开始运作。是的，因为它没有生物性的需求，没有我们这种生物体的脆弱性，没有活生生的充满情感和意向性的经验，所以它无法拥有那个由真实的感受构成的思维起点。所以
报告的结论是 ，AI 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思维模拟器，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维工具。对，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推理能力、验证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但它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多维意义上的思维主体。它能精妙地操纵符号，但缺乏赋予这些符号以真实意义的、根植于身体和经验的基础。它无法体验到探究的那种紧迫感和生存驱动力。它能提供答案，甚至是非常优秀的答案。但它似乎无法提出真正源于自身困惑的问题。那个启动思维的火花，它可能无法自行点燃。所以，关于 AI 能否像人一样思考的争论，可能本身就暴露了我们深受笛卡尔式心物二元论的影响。杜威的整个哲学可以说就是对这种二元论的拒斥。他坚持心智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功能，是离不开身体和行动的。从杜威或者具身认知的立场来看，一个没有身体的 AI 能否像人一样思考问题，可能问的就不对。对，因为非具身的系统根本无法进行我们这种具身的认知活动。AI 的心智如果可以称之为心智的话，和人类的心智可能属于不同的范畴。所以 AI 是人类探究的强大工具和伙伴，但它无法开始这个过程，因为它无法跨越那个感受的门槛。这个分析很深刻，也为我们理解 AI 的潜力和局限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好了，我们沿着这份分析报告的思路，从思维的起点、过程、习惯、态度，一直到思维的主体本身，系统地探讨了在21世纪的数字环境下，多维式的反思性思维所面临的5大挑战。 5个方面层层递进。总结来看，图景似乎确实有些严峻。我们好像正从一个至少在理想情况下充满了有益摩擦、能够激发思考的世界，滑向一个鼓励认知懈怠、追求过度顺滑的世界。这个趋势是存在的，挑战也是真实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杜威本人是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不是宿命论者。对，他始终相信人类的能动性，相信我们有能力通过智慧和行动去重塑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身的习惯。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困境，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下的悲观语言，说我们注定会变得越来越不会思考。不应该是这样。更准确地说，这份分析应该被看作是一份诊断书，同时也是一份行动的邀请。邀请我们怎么做呢？邀请我们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认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集体选择和设计所造成的产物。既然是人为造成的，那它就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重新设计来改变。有请我们重新去认识和珍视那些被我们急于消除的困难和摩擦中蕴含的价值。正是如此，报告在最后就发出了一个杜威式的，也是永恒的邀请，要勇敢地去直面那些疑难情境，并且在主动的探究过程中去享受那种创造意义、获得理解的快乐。为了在21世纪重拾这份邀请，报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对吧？要在不同层面去培育一种富有成效的摩擦 （productive friction）。对，是富有成效的，不是无意义的阻碍。他建议从3个层面入手：个人、教育和技术设计。个人层面，我们需要做什么？培养一种数字时代的审慎，比如有意识的在遇到问题时，先尝试自己探究一下，而不是立刻就去搜索，主动去寻找和接触不同的观点，即使他们让你不舒服。把那些感到不确定、感到困惑的时刻，看作是学习和成长的契机，而不是需要尽快消除的威胁。这需要刻意练习。需要自律和反思。然后在教育层面，报告呼吁要发起一场归回杜威式进步主义教育的变革。核心任务要从知识传递真正转向思维习惯的培养。对，大力推行像项目式学习 PBL、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包括把 AI 用作激发思考的工具，而不是直接索要答案，并且建立能够评估高阶思维能力的多元的评价体系。技术设计层面呢，我们能对那些 App、那些平台提出什么要求？这就需要推动设计哲学的转变。
要从仅仅关注短期的用户指标，比如点击率、停留时间，转向更加关注用户的长期认知福祉。要审慎地思考，是否可以在设计中引入一些好的摩擦，比如适当增加思考步骤，或者提供反思的机会。要创造能够促进 serendipity 意外发现和观点多样性接触的系统环境。还要把 AI 设计成辅助我们思考、增强我们能力的思维伴伴，而不是完全取代我们思考过程的替代品。是的，这需要技术伦理和设计理念上的根本转变。杜威曾经警告说，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头脑和一个主动进行探究的头脑，其差别关乎文明的层次。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又高度个性化的时代，这个提醒似乎更加振聋发聩。的确如此。思考这项可以说定义了我们何为人的核心活动，我们是不是在不经意间为了追求效率和便利，正在将其自动化、外包，甚至遗忘？这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需要面对和反思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克服困难、解决困惑的那个探究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找答案，我们更是在建构意义、发展智慧、塑造我们自己，也在塑造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对，这份探究的乐趣和它所带来的成长价值，是否值得我们有意识的、努力的去为之奋斗和守护？这或许就是留给每一位听众在这次深入探讨之后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